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Sandra。未来银行里面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今天的主题是不可不知的国际大事。到底国际大事有哪些呢？首先介绍是我们蔡依林，孪生姐妹林依林，我想把她叫蔡依林。大家好，乡里好。你好，她是文大新闻系国际新闻主持人。今天有什么国际大事跟大家分享呢？像刚好来录影的今天，这个国际的这个黄金金价就站上了历史新高，2600多，要挑战2650大关，现在已经站稳2600。接下来这个我们郑立伟，你好，立伟你好，郑立伟你好，他是政大东亚研究所现任立法委员。他的丰功伟业是去柬埔寨救人质，救助那些受骗台湾人。对，直接亲自去那。2022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是立法院跟柬埔寨的国会联谊会会长，那我们有一个交流到柬埔寨去考察，那就去的时候，就很多家长就跟我讲说，那时候就是台湾很多年轻人都被诱拐到柬埔寨去工作，觉得有工作机会，觉得那边有个机会这样子。最后你去救了人质回来。对，不过我们去救的时候，其实后来有发现哦，就是不一定全部的人都是被诈骗去的，因为我们也碰过家长很着急，然后请我们协助，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年轻人哦，结果他不愿意回来，我们也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找到机会了。对，是他根本就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没有要回来了。对。接下来陈玉珍女儿你好，你好，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法学硕士，还有日本的啊，对，还有日本九州大学。那平常要怎么提升国际观？给观众一些建议。我觉得很重要，就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黄金哦，我们有多少黄金，或也要去柬埔寨赚多少黄金哦，多少钱财啊，真正钱有钱，对不对？多少钱财的话，教育下一代还是最重要的。接下来介绍是杨倩玲，你好，是，她是上海财经大学企管博士，那目前是国际旅行社的顾问。哎呦，那今天带了一本书来跟我们大家聊聊。这是最近出了一本。泰国完全投资攻略，泰国投资，泰国又好玩，房地产现在又推出很多。我自己在泰国买了6间房子。哇塞！对，因为我是觉得泰国的第一个，它房价是台北的1/3，然后你说最热闹的地方，对，就是在曼谷市中心捷运旁边，然后小资宅大概是200-300万就可以入手，然后它的租金报酬率其实是就台北2倍嘛，但在台湾房价那么高。那你可能小资或是一般上班族，你想要实现一个可以当就是国际房东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泰国其实是大家可以想，因为只要花200-300万就可以在泰国。对啊，现在很多人往哪里？日本啊、泰国这种，因为日币贬的问题。专家倒可以出书了，对，大家都大概可以参与一下。如果对泰国有兴趣啊，你常常去玩的，还不如真投资。对啊，投资一下。接下来范瑞君，瑞君姐又见面啦！知名的金钟奖演员，北艺大剧场艺术研究所。是的。那国际你是怎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们艺文类的东西就是纯艺术，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其实艺术的东西是最无疆界的。而且事实上，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舞台剧或者是戏剧，如果想要去内地演出，或者是争取到其他的国家，那一定要国际的情势是非常稳定而且友善的状况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做这种艺术跟文化的交流。然后那种东西反而就是可以就是抚慰人心，然后那个是非常的国际的。欢迎5位，欢迎5位哦。接下来介绍2位我们专家，首先介绍美女新闻主播周瑜露主播，你好。主播好。超人气财经主播朱善主播，主播你好。接下来进行第一回合存款争夺赛。现在进行存款争夺赛，三组先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哦，或是2道题目轮完为止。是第一题由朱善主播来举签或插了，现在就要请出题。这些国际大事你必须知道。根据富比士杂志2023年指出，影响2024年的10大全球趋势有哪些呢？请抢答。瑞君，把桌子拍坏了。我觉得会影响很多不只是今年就是网络上面的东西资讯非常的多，但是真假难辨。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资讯的辨别上面会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全球趋势。
资讯真假辨别。来，对我说，答对了。哎，来，请加3000。那怎么辨别呢？要怎么辨别很难嘛？这个其实就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啊，很多的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他们可能会用比较文化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攻防，因为已经不太是现在说实在话啦，很难看到真的这边打起来的状况了。所以说就会变成说，在这种社群媒体上面的消息比较难去辨别，就连传统媒体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受到影响。所以呢，当然就是大家就是培养一个媒体识读，然后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是说自己去查核实一下，不要全部都相信。其实对于这样子一个状况，就会比较好的改善。真的很难哎！现在光是一个，比如说要吃什么，它就会有2派，而且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医生哎，就是你会有点不太知道说到底要听谁的。是资讯爆炸。对，来，接下来说到全球趋势，一定就要讲到 AI 吧？啊，对，得 AI 者得天下这句话的人。AI 对我说，答对啦，一定有的。来，请加3000。郑议员，美国选举应该会影响到今年的很多的事情。没有错，有的而且不止美国，今年好多的重要政权都举行选举。那请加3000，所以选举都不能再讲了。对，来，这个经济局势、经济的动荡，也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全球趋势的这个发展。经济动荡对我说。没有错，经济的不稳定性，因为今年其实大家都在讲美国升息降息，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到底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嘛？对，来，请加3000。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对，贫富差距对我说。好啦，也是给对了。为什么犹豫了？因为呢，这个地方它其实今年大家特别关心的事情是不同世代间的贫富差距，就是说呢，现在。就是都以25岁来算好了，大概战后婴儿潮他们的人25岁的时候，跟千禧世代的人25岁的时候，他们那个有钱的程度、赚钱的容易程度差很多。对，你是说现在比较难赚？现在比较难赚到钱啊，现在比较难赚了哦。对啊。来加3000，慧君。我觉得是战争吧，以阿战争。应该还是会影响吧，像刚刚有提到，就是金价也就马上被影响。以阿战争对或错？这个没有在前10名里面了，已经不在前10了。已经是救星，因为它其实是说影响2024的10大趋势啦。这个战争其实很多是突发性的，而且它是因为某一些原因而导致了战争。对，俄乌到现在打了几年，大家也没在提。就慢慢的。说什么1年要解决，现在打到第3年还在打。第3年还在打。对，来，接下来10。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金价吧，因为大家攸关大家的荷包，你还是会关心你的投资的动向到底怎么样。金价也没有在这10名里面哦。好，来郑立伟。碳权 ESG 的部分。碳权。新的趋势。没有错，而且更精准一点讲，是说这个问题有一点政治化了。就是说呢，气候问题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嘛，但大家如果都可以很保护地球、爱地球，就没有问题啦。但是这个问题责任归在谁身上？那做碳权的时候，是会影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会牺牲掉一些。那发展中国家就说，我都已经落后啦，我干嘛要跟你一起搞碳权？所以这个碳权问题的政治化是在今年很大的一个影响到未来的趋势。对。立伟，像这种终身学习教育这一方面，因为现在全球的人口都在老龄化嘛，所以这个像很多像中国大陆最近把那个退休年龄往后延嘛，我们也有做这样的制度，所以这种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这种这个。对，做终身学，我刚刚是这样讲，就是对啊，本来65岁，这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改变，时代的改变。对，现在65岁还算很年轻啊。那日本人70岁还在做事啊，对不对？对啊，而且你看你也是25岁看不出来，然后还讲精神意义耶，所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是因为大家看起来我像30几岁，所以我必须要做。30几岁是有点夸张，差不多讲50而已。那请对我错，答对了，请加3000。来，接下来。城乡差距城乡差距没有错。来，请加3000，剩你们3个人哦，还有2个答案哦。移民、外劳、移工的问题，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台湾缺工这么严重，是啊，来对或错？
答对，可以补充个数字给大家哦，跟就是1970年比起来，其实现在住在你不是出生的国家的人数，跟当时比较起来，大概多了2倍之多。大家都喜欢住在别的地方，因为可能工作机会也比较多啊，或者是想要尝试一点不一样的。但这个也造成了当地的原生的住民可能会有一些反弹。是，来请假3000，陈立伟。我想到那个刚讲有点类似，像社群媒体这种东西，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哦，因为在全世界现在不同的这个国家用不同的强项的这个社群媒体，它的影响力改变嘛，就让这样说有点这样影响到类似认知作战这样的东西吧。现在最新叫什么？对。对。然后台湾人都说脆，这个都说脆，然后世界各国用的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在里头注入的力量不一样，也有点像世界在竞争这种影响到一个趋势。哎，对不错，这个就有点重复了，跟刚刚提到的都是文化战争的一环。哦，也算好。来加上最后一个，我想到是那种诈骗的问题吗？对不错，很可惜也没有在这个10个趋势里面。最后一个总是比较难猜一点啊。对，郑立伟。能源的改变，会不会是一个方式的趋势嘛？哦，对，能源，比方说从氢能啊，从电能改到氢能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这个其实也是包含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环保议题的这个有点政治化这样一个事情上。了解。10个能猜9个不错的啦，9个都达到了。来，请补充最后一个。好，刚刚其实有一个大家没有提到，就是工作形态的改变。为什么工作形态改变会影响到全球呢？因为大家在疫情期间是不是都不用进办公室了？是啊。那么远距工作，大家发现说，其实还不错。那么大家原本以为22年、就是23年、24年，大家回到办公室了嘛？结果发现其实第一个回流的人没有这么多，大家发现可以远距工作了。那这个为什么会影响到整个趋势呢？因为有一些市区的人，大家就不想要住在市区啦。像是现在美国有一些可能在美西西岸有一些大城市，反而住在市中心的人是可能环境很不好。所以说，其实这个可能就会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也开始出现了变动，有一些阶级或者是说资金的流动都产生在这个问题之上。这个是事实。昨天兆丰银行董事长来拜会我，有在讲到说，因为我国的银行做相关的一个跟美国的银行做相关的连带，那投资那个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商业地产，那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就很多人没有回流，没有回到办公室上班，所以整个美西啊、美东的很多商业地产价格都下跌。那我们的银行就产生一些曝险这样子。好，3万3。接下来这一题是从周瑜如主播来举圈或差，那就要请出题。睡不着真的好痛苦哦。根据网络大数据的调查，请问讨论度最高的10个帮助入睡的方式有哪些呢？请讲的。10，精油熏香，因为我都会点薰衣草，薰衣草对，帮助入眠，对或错？那个比较没有在前10名里面，第一个就不在前10大了。好，来接下来这里。睡觉前不要喝咖啡。避免。没错，有的。可是我看有的人喝咖啡更好睡。对，看是哪种咖啡。没有，有些人是喝酒，但是酒是很容易入睡，可是它会中断。你们待会。来，请加3000。陈医生，规律的这种饮食作息啊，这样子生活规律的话，就会正常时间到就会正常的这个睡眠，要有规律的培养出规律的作息。对。来，对或错？好，对了，有的。来，请加3000。我是就是适合睡眠的那个环境，好创造那个适合睡眠的环境。对，没错。把灯调暗一点。所以比方说把灯调暗啊，这就不能讲了。来，加3000。对决。其实要适度的运动。答对了，有的。要提醒一下，最好是白天的时候运动，因为晚上睡前在运动的话，你可能太累，反而会好起来。对，太亢奋反而会睡不着，所以可能是要白天，不要睡前做激烈运动。郑立伟，泡澡。放松。泡澡，对，放松，泡澡。这也不算在前10名。你们一些那种很浪漫选项都没有，熏香也没有，泡澡也没有，我玫瑰花瓣都还没加进去。他要做比较苦的，比如搬家10个小时啊，对，运动啊，骑自行车啊，泳渡日月潭啊。医生，吃一些这个是比如说安眠药或什么褪黑激素啊，什么这一种保健激素啊，就保健食品。褪黑激素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吃哪一种
什么有多少什么倍数剂可以量啊对剂量可以让你比较好睡吗？对他讲的不是安眠药的褪黑激素，对，褪黑激可是素啊。褪黑激素也算。它算是也是帮助那有人说它比较自它算然是啦，不是安眠药，它是保健食品啦，这一类的啦。来对我说，答对了。有。其实还有很多像是什么钙呀、镁呀、锌或益生菌，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入睡。益生菌。哦，对，来请假3000。好，杨博士，那经络会穴道按摩。答对了。来请假3000。他刚刚如果讲精油按摩就好了。对。哦，就差2个字。新香我精油的时候也会顺便按摩。对呀。范瑞君。好吧OK，哎呀，停了。对不起。来，接下来回到我们立委了，玉生颖。网路嘛哈，如果是不是讨论是不是看你不想看的东西，书本啊，看了会不会睡着？当学生的时候最佳催眠，你不是有说过你看起来就不像这个，那我们看主播一副很迷惑的样子。你的意思说看佛经嘛，这样？佛经好像会坐着，比较帮助睡眠的，看对书不看书不会想睡觉，但有人看书会想睡觉。对，还是不是睡前说故事？不是你追的那个小说啦，追的小说你都会看吗？就是看到睡不着。看艰深的财经报告。我的心这可能是一个好方法。哎，对我说，一定不对，不对，可能会更睡不着，因为太苦恼了，看不懂。睡不着。哎，最后一个。我吗？是。我在想是不是就是打坐那种的呢？哦，冥想打坐那种，这个是好冥想打坐，对或错？应该是有，对，真的。来请假3000。没错方法。还有12000，继续答。这样看。读圣经。什么？他说读什么？读圣经。对，我读你不喜欢的东西。读圣经啦。这是讨论帮助入睡。吓我一跳。真的是。还有一个就是不参加社经的社交，对跟的论坛那种。就不看手机，不看手机就对了。不看手机，睡觉前不看手机。不看手机。答案是不看手机啊。不看手机，不要受到这3C 的影响。不看手机对或错？有。因为看手机就很容易入迷啊，就睡不着。一直追，来请假3000。还能加油？哎，还有吗？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还有直大，还有看我会看着我会帮助睡觉吗？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喝酒，喝红酒，喝红酒对或错？不对。喝酒是不会睡的，但是这是不正确的方式。对，睡得没有那么舒服。不是久而久之就会疲乏掉了。对，我们不能推广说喝酒助眠嘛。晒太阳不行了。对，我们还有补充的吗？就是温暖四肢，因为有时候常觉得手脚冰冷，冬天常常会睡不着，所以如果有一些什么。就是暖，对，暖毯之类，不是就是要让你的四肢会比较温暖一点，比较好入睡。另外一个还有每天可以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对啊，你们有时候在海边玩了没有？或我们出外景晒完太阳，特别累，高铁上就已经对睡翻。对，因为晒得会很累嘛，想睡觉。没错，因为它可以调节这个褪黑激素的浓度，可以帮助你入睡，就是这2点没有提到的。哎，有人说吃 B 群也可以哦。对，其实很多就是补充的，很多我们刚刚提到像益生菌啊，还有刚刚 B 群也可以，钙呀、镁呀，其实蛮多的一些相关的。睡前吃吗？还是早上吃？其实要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不一定是睡前吃，因为像镁可能是要看你的体质啊，因为有的医师建议说你不好睡你就吃维他命 C， 可是我说会不会有的人吃维他命 C 会变很亢奋？对啊，事实上是会有，也有人吃完之后会帮助睡眠，稳定睡眠。来，我们这一回合宣布他们奖金。好，103,000，郑委员12000，陈委员12000，杨博士18000，瑞君姐6000。来，上面还有9000块奖金，对不对？会累积到下一轮去了。马上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这回我们请香妮来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呢，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呢，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金额灌给自己哦。是的，马上进行第一轮，第一题，请出题。
常旅行不只能够开阔视野，对身体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根据研究，旅行能帮助身体降低哪种疾病的风险 ？A. 高血压 B. 荨麻疹。请作答。哦，大家选高血压的，10来，请说。我觉得应该是身心舒畅了之后，血压就会降下来。因为荨麻疹感觉你去睡一些什么旅馆的床啊，那清洁你也不清得干净，搞不好荨麻疹更严重。对，好像心情愉悦，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基本上你能旅行，家里就没有繁琐的事。对，要不然根本就在忙其他的。对呀，你看能出去，不要说到出国旅游啦，你说大安森林公园闲逛遛狗的，或者是说你这个度假的时候开车到宜兰去那边，就表示你地上你不用嘎3点半嘛。对，家里没有人生病嘛。是啊，你有就忙着照顾我啊，烦恼这些事来不及了。很幸福。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OK， 一定是 A 高血压。一定是。美国的雪城大学研究，经常旅行呢有助于心脏的健康，那减少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哦。那他们有做过访问哦，访问一些平均每年出国5次的美国人，发现旅行让他们能够减压、减轻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减少新陈代谢综合症，像是高血压、高血糖啊、超重这些问题，都因为你常常旅行而能获到妥善的解决。高血压可以降了，高血糖、高血脂应该很难吧？一走一走啊，减重也不容易吧？出去吃美食啊，你不行你就降啊。可是旅行每天要走很久啊，所以我觉得要走很久。但有一个好处就是真的没有交通工具的，你吃完就慢慢晃。对，出国都一天可以1-2万步的，对，吃的东西都消化掉。因为你要 shopping 啊，shopping 你根本就不会累啊。来，请加5000。所以账面上已经有14000了哈。下面一题，请出题。在摇滚场合常看到 rock 的手势，不过这手势在不同地区却有不同意义。请问，在西班牙 rock 手势代表什么 ？A. 你老婆出轨 B. 晚上来我家。来，请作答。2个都好。晚上来我家，来我家，到底为什么要发展一个手势，专门告诉人家你老婆出轨啊？而且你老婆出轨我不知道，除非是跟我。有道理耶！我怎么知道？那他就说你老婆出轨，你也出轨吧？晚上来我家，原来是这样。都帮我们解释完了嘛？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你老婆出轨。其实呢 ，rock 手势有2种说法，有人说是拇指这样子，但事实上真正 rock 手势是稍微的收起来，所以只留这2个代表 rock。那其实这个手势呢非常惊人的哦，它在西班牙、巴西、意大利、葡萄牙跟哥伦比亚是负面意思的哦。这个动作代表 corna， 意思就是你老婆出轨。如果你对一个男生这样比的话，其实是在侮辱那个男生，就很像你知道比一些有的没的。他们唱歌啊，怎么办？底下观众说哇，对不对？来，没关系，那这个14000还是保留了。哇，你们请结束第1轮。接下来进行第2轮的第1题，请出题。台湾文化代表蓝白拖是早期政府为了避免民众赤脚受伤而研发的，请问为什么会选择蓝白配色 ？A. 天空的配色 B. 国徽的颜色。请作答。为什么蓝白拖呢？哦，还有人选的是国徽的颜色。佩玲博士选的是国徽，这你对哦，对哦，没有，应该我错，因为大家都跟我不一样。不见得啊，对啊，这个应该不知道的。瑞娟，我觉得就是大自然的颜色吧。然后如果这个还那么的政治性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全蓝的嘛。蓝对啊，为什么？白白的云。对啊，感觉上比较是大自然的。可是早期只有国民党啊。对啊，所以没有红色那一块，没有别的党。对。对啊，这个蓝白都很多了，有没有？但是把国徽弄在脚底下是也怪怪的，踩在脚底下也怪怪的。那威权时代国徽很受尊重才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国徽的颜色。太强了！一
底。 1950年代呢，早期那时候台湾人民日常生活都是打赤脚的。那当时有些零件就不小心掉下来，然后刺伤那些打赤脚的民众嘛。那当时的美元顾问团认为说，台湾人民你们这样光着脚走在路上不好看，所以美元顾问团呢直接建议国防部说，国防部，请你们让你们本来是生产军靴的这些工厂，干脆来做轻便拖鞋给大家穿吧。而配色的由来当然是因为有政治的影响，当时中华民国蓝与白的国徽颜色，哇，那样的政治背景。你们这2题会不会速度太快一点？这么白，你是不想让我们活吗？来，请加1000，后面靠你了，加油！15000块，请直接进入我们的杨博士，对，杨倩玲博士，来请，哇，杨博士。果然这一个人政治是思想正确，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随便配色。你哪要检讨蓝军？没有，可是我们真的难理解踩在脚底下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如果大自然，它可能可以做绿拖鞋啊，对，大自然不就更绿拖鞋？这么久之前的事一定跟政治有关啊，当年。好，这是以上进行这么速度快的2轮，我们先把奖金结算一下，明天吧。目前呢，第2轮完，103000，郑委员12000。陈委员12000，杨博士33000，瑞君姐6000。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未来银行。今天银行推出活动，来电加码赠，是，请各位嘉宾把握机会，拿走好礼。加码了。欢迎我们银行的业务经理。嗨，您好，我是您未来银行的业务经理，我是张博谦。刚才在录影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今天的来宾压力颇大的就是尤其听到请作答那三个字的时候，所以如果压力太大又睡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未来银行来电加码里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第4代益生菌棉 Plus。首先，请大家先吃吃看它的这个口感跟味道现场直接吃，现场直接开放大家试吃。哇，委员先干为敬不用加水，直接这样吃对，瑞君姐觉得不错。有没有吃到淡淡的那种百香果的水果风味？其实非常的好入口。对。那大家都知道，其实益生菌帮助我们人体的这种顺畅排便，但是第4代益生菌竟然有助眠的效果。现在在街头坊间有流传一句俗谚，俗话说得好，消化道顾得好，益生菌少不了，有效助眠，睡得好，耶耶。OK。那其实如果要做到一些基本的保健，当然入睡是大家每天日常生活中都期待的。最基本的保健呢，就可以从改善，就可以从你的消化道的益菌来增加，并且调整整个消化道的环境，来达到助眠的效果。那其中呢，第4代的益生菌绝对是大家夜晚的好朋友。那为什么说它特别厉害呢？因为其中添加了日本的专利 GABA， 还有法国香蜂草、钙还有镁，这些其实都是稳定我们睡眠的营养素。那现在其实外国都很推崇这种第4代益生菌来当做睡眠辅助的保健食品，非常适合平常在日常高压当中像从事演艺或者在立院或者说在主播台大家相信都是非常有压力的现代人，睡不好的时候都可以来使用第4代的益生菌。那今天既然我们来电的加码里就是这样第4代益生菌，我们就直接开放，待会儿答题正确的来宾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来电加码礼喽。好，来，请出题。睡不饱容易变笨，哈佛神经科学家分析睡眠不足的危害。请问成年人至少要睡满几个小时？而少于这个时间睡眠对健康跟记忆都是有害的。A 7小时 ，B 5小时。请作答。7小时。都睡不够，真的好难很难，都睡不够因为差2小时而已。我都1、2点睡到5、6点就起来。这个东西我其实非常的熟悉，因为我这几年其实有蛮严重的失眠的问题，然后我出乎意料之外，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人都有睡眠的问题。然后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只要睡够这个时间就好，还要睡对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隔天没有什么事情，那反正凌晨5点睡没有关系，隔天可以睡到中午，其实是错误的。你还要睡对时间，可是因为真的非常的困难。可是你知道，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家庭主妇，有的时候有小孩的事情，有什么的事情，你躺在那边，你根本就睡不着。你连那种中医说11点到1点，那是不可能啦。有的时候连1点到3点，不管要养肝、养肾、养什么大肠、小肠，
什么东西都错过了，差一点养小鬼。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想说，好，那我们不要烦恼，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躺在那边想事情嘛，想创作的事情，像我之前写书，还会躺在那边一直想书的事情，完蛋，根本就睡不着。就后来我运气蛮好的，就是也是上专业的节目，然后遇到一个皮肤科医生，很有趣。他就推荐我，所以其实这个产品你刚刚一讲，我就心想说，我真是熟悉。他就跟我说有这种第4代的益生菌，那我心想益生菌本来就是我生活常备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肠胃顾得好、均衡的话就百病不侵嘛。对，而且我不知道说原来这个第4代的益生菌，它居然还可以帮助睡眠。对，然后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大概比如说你想要睡觉的时间的前1个小时，你就吃它，就跟我们刚刚这样子。然后那种感觉很奇怪，就是你躺在那边，你就心想说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尤其你当希望可以好好入睡，你会有点紧张，然后你就觉得那天好像就觉得好像比较放松一点点，然后你就正在告诉自己说，哎，这个放松的感觉蛮好的哦，好像很快就可以就睡着了，就是很舒服而且放松的方式让你入睡。然后我就觉得对家庭主妇来讲，就是一竿里狗，你知道吗？对，又可以顾好你的肠胃道，又可以让你放松好入眠。现在真的很多人都有睡眠问题，像我妈妈就有睡眠问题。我们想过很多方法，比如去买那个床，你知道吗？有那种床，然后说躺什么姿势，然后摇就会，对，真的，对，而且很贵哦，20几万。对，那如果有这个东西，有这种第4代益生菌，很好啊。那我这样我给我妈妈试看看呢。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的答案是 A 7小时，恭喜大家答对。但是其实睡眠不足真的超级可怕的，因为其实它会罹患非常多的疾病，包含心脏病、癌症啊、感染、精神疾病、阿兹海默症、记忆力衰退等等的风险。所以其实研究显示，7个小时是最刚好的黄金睡眠时间。那如果大家发现平时自己很难睡着啊，其实建议大家不要继续赖在床上，不要滑手机、看电脑啊、电视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因为它其中散发出来的讯号会跟我们大脑的电磁波去产生一个冲突的矛盾，所以让大家难以睡眠。建议大家可以换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欣赏一些柔和的古典乐，或者聆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最重要可以看一些比较枯燥的书本或艰涩的期刊，都可以来帮助睡眠。但是因为这个艰涩的书本啊，跟无聊的书籍，我就不推荐是哪个作者，但我推荐给大家第4代的益生菌，可以确实的有效帮助睡眠哦。再次谢谢我们业务经理，谢谢，来加5000。同时呢，也恭喜各位来宾都可以获得我们银行特别准备的来电礼啊！恭喜恭喜！特别活动了啊！来，接下来进行第3轮的第2题，请出题。许多国家因为人力成本低，成为很多品牌的生产国。请问下列哪个国家因为技术型人才多，被称为世界办公室 ？A. 印度 B. 中国。请作答。都选印度，对，但是没人推荐我们去印度买房子没有耶。那种泰国、日本、意大利，印度也可以考虑哦。印度可以吗？印度也是大国啊。印度其实是全世界现在人口最多的，而且因为其实中美这个贸易战、这些科技战之后，其实很多的工厂啊、公司啊，其实都到印度去设厂了，所以印度的就业机会非常多，而且其实印度其实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也很好，它也还是存在种族阶级的，会有，但是它这一题是问技术型的，对，你看像很多网络啊，如果你有什么纠纷的话，你打电话去，很多客服基本上都是印度人，对，因为印度人英文非常好，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印度。那印度呢，在服务外包这个市场上迅速发展，等于就像开了外挂一样，让他们每年承接了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近1半的业务这么多。那其中呢，他也接了非常多的软体外包业务，全球软体外包市场的2/3。所以印度呢，简直就是世界的办公室。对，很多工厂离开中国就是都能移到印度去。对，而且他们虽然有印度腔，但印度口音，但他们的母语是英文，所以这让他们。但是那个腔还是有点重。我有一次为了那个机票，然后就是要改时间，是有一点点困难，你知道吗？因为又有一点点网络上，然后他们用那个印度腔，其实有一点点。I call police 啊！跟大家分
析一下，印度口音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把你的加强音节，有所谓重音节放到最后，像我们会 tomorrow， 它会 tomorrow。meeting 它会 meeting， 所以如果明天有 meeting 就是 we have a meeting tomorrow 就成功了。所以你听回来说，你再把它转回来就可以了。原来你有印度血统，我都不知道。哎，这听起来跟新加坡腔也蛮像的啊。对，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pattern 可以找到。是的，好，来接下来加5000或1万哦。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英国脱欧4周年，请问英国脱欧后对英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A. 经济成长显著 ，B. 较难吸引资金投入。请作答。各位都国际专家。是，来，立委一真。因为这个欧盟是一个大整体嘛，那你脱欧以后，你让那个世界各地吧，尤其在比如说欧洲境内啊，世界各地的金，他没有办法享受跟欧盟一样同等这个待遇，所以当然对吸引外资是比较不容易啊。所以比较难吸引资金投入。这样子的话，他为什么一直要脱欧？这个背后原因很复杂，是英镑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脱其实有时候是政党，就是政党的关系，就是他们想要诉求民意，然后比较激进这样子，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在就脱欧投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的宣示，让大家觉得说脱欧好像有比较多的好处，这样子。这个有点像大英国主。对不对？就是说我英国很优秀，为什么跟你用欧元呢？对，就有点像川普让美国再伟大，所以它也吸引不少人。可是英国一直以来它就是还是用英镑，因为他们就是里面所谓强国，然后东欧的国家可能稍微比较弱一点，所以一直以来都还是有一些些微的一些历史上的优越感。那依林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还在观望他们的经济发展，所以其实外资的话，我觉得会处于一个观望的角度，所以应该比较难吸引资金真的进来。是，结果脱欧也这么多年，到底它是好还是不好？到现在整体的反应啊，感觉上是经济是没有比较好的，因为其实欧盟它其实这个经济体它其实会有很多的税负啊，或是人民就业这些很多的福利，但是它如果脱欧之后，其实很多人其实他有些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英国，很多的金融机构他可能就不会再选英国为重镇，因为他不能享受欧盟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福利。但是英国房价是欧洲里面最贵的，对，但它一直都贵，租金也非常贵。英国房价贵，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呢，有很多的有钱人在就是在疫情的期间的时候，他们想要去做一些就是海外的一些资产的配置的关系，这样子。你想李嘉诚跑就跑英国，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较难吸引资金的投入。英国脱欧后呢，就有所谓的贸易壁垒，还有市场准入的问题，没有像以前大家都是欧盟那么方便啦。那很多企业对于那我未来的贸易或是我投资，等于是国跟国之间去谈，就觉得有点不确定性哦，所以就担忧，还在观望。所以英国呢，吸引外资就变得比较具挑战啦。是，好，加5000，1万5。下面一题请出题。开车族请注意。除了不能随便按喇叭，按喇叭还有时间限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按喇叭一次不得超过几秒 ？A. 半秒 ，B. 2秒。请作答。4个人选 B， 有人也选半秒。玉珍，我就是纯粹用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人帮我2秒，我可能会火大。2秒的感觉是。就感觉好像挑衅我。对啊，说实在，我们每个人被按喇叭都超不爽。对，只是我们车上没有棒球而已。万万不可！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按个2秒的话，有多吵？我去德国看，没有人按喇叭。对，台湾现在喇叭也很少，很少啊，很少人按喇叭，最少。日本也少吧？印度满街都是喇叭声，印度都没停过。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观感上有没有礼貌，可是这一题是说法律规定，按几秒到有可能会犯法，这个就比较特别。难抓吧？怎么抓？应该会久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犯法应该久一点。对啊，这个随便规定最长，那我随便按半秒就犯法，所以应该长一点。天哪，我们这一集会不会让民众知道以后又可以拿什么去告别人？计时要超过2秒。但我觉得收证蛮难的啦。对，收证。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你答对了，分享
呢，根据道路交安的规则来说，按喇叭必须单响为原则，而且每次不可以超过半秒钟，而且你不能连续按3次，这样就违法了。那如果是闪大灯的话呢，只能变换灯光1次。所以类似这些上述的规定，其实有规定的很细，你违反的话呢，有可能被罚6000元以上，3万6以下罚款。3万6很贵耶，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可是有时候我们车上碰到那不是玉珍吗？然后就被他检举，被举发。你检举他，我你给我饼有几嘞？就是3次而已。有时候很生气嘛，回头你把玉珍啊，就是那样。来，请加1000，16000，请汇入了范瑞金的账上。哇！好，3轮都比赛完了嘛？好，来我们宣布他们的奖金。最后3000，郑委员12000，陈委员12000，杨博士33000，瑞君姐22000。恭喜杨博士获胜，好厉害哦！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陈博士啊！来，挑战杨博士对不对？杨博士挑战3万3，来，请插卡。放进去。哎，金库请打开。杨博士常常写字嘛，哈。都出书了，对。来，请出示2道题目。2道题目呢，分别是总笔画55画的奖金必拿，或是总笔画54画的吃饱了再点满桌。绝对针对人了，因为是作家嘛，写字说笔画要多，笔画太多了吧？3万3，你看60秒写55画，奖金必拿，志在必得，百战百胜，胜券在握，胜券在握，囊中之物。哦，对耶，对，囊中之物。那吃饱再点满桌，一球不满，一球不满。哪个亿啊？10亿嘛，一球不满嘛，54画。一球不满吗？一球不满不会到54画。不到54。对，我们现在想一些。你就吃饱了还点满桌。对。是。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厌有可能。暴殄天物也有可能。暴殄天物。是。那你要选哪一个？54。吃饱再点满桌。你刚刚是在算卦吗？天卦、地卦。吃饱再点满桌。好，请锁定吃饱再点满桌。来，奖金必拿是什么呢？没有点的是55画，请看。稳操胜券，这个好像还行哦。简单呢，这个很简单。对，可惜没选到啊，没选到。这个所以让你看呢，你没选。哦。那接下来出题了，准备考试哦，1分钟哦。好。挑战3万3嘛哈，来计时1分钟，来，请出题。吃饱再点满桌。啊。得陇望蜀啊，这跟地名。计时1分钟开始，慢慢写哦，不要再填笔画。密码。填笔画。清楚。清楚。清楚。停，几秒？他得陇望蜀，密码11131114。对或错？应该错，这个陇错。密码错。你还有30秒，你用了30而已啊！计时开始30秒。等一下，我知道。好，来按清楚。计划。停，几秒？54，只剩6秒了。密码11191114。对或错？错。错哦，是哪个字错呢？好，来计时开始，把它写完就好。时间在跑。好，把它写完就好。好，这个时间也到了，来密码11201114。对或错？那可惜，来，正确解答，请看。龙也对啊，
你拢是写对，你笔画算错了。是数啦，数多算了一画，字都对了，字都对了。 1、2、3、4、我这个算错了，我刚刚写对了，其实是我数算错。13嘛，拢就是甘肃啊。是啊，就是那个隆中啊，对，就是三国的啊。对对啊，你得了那个隆中，还望着那个四川的基地的魏蜀嘛啊，来谢谢，拜拜，可惜啦，来谢谢，走到前面。可惜字都对了。文章圣经看起来字多，可能还比较好写。哦，对。那拢实在是蛮麻烦的。是啊，拢有我们可能我写的越朦胧了朦胧的胧。哦，对。对啊，那就多了很多笔画。对啊。对，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这个节目用意是啊，还是不要靠打电脑，要多写字啊。对。哎，谢谢各位的参加，谢谢各位也别忘了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所有贵宾，谢谢你。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